离谱！家有儿女疑似被恶意评分，原因曝光后竟是因为他。家有儿女是2005年2月开播的一部国产喜剧电视剧，主演有宋丹丹、高亚麟、张一山、杨紫、尤浩然。当时该剧一开播，无疑是当时影视剧中的一匹黑马。当时这部剧获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这部剧灌溉了多少年的青春记忆，而且这部剧还是很多人的下饭剧，是一代人无法替代的童年回忆。可是这部剧过去了18年，如今该剧的口碑评分却发生了变化。家有儿女疑似被恶意评分话题登上了热搜，该话题一出，立马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这部剧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而如今还有打分模式在，对作品来说是一大悲哀。但是有细心的网友表现，在下面的评论中，不止评论电视剧，有好多评论都是针对杨紫的。据了解到，因为家有儿女的小雪的扮演者是杨紫，有些黑粉因对杨紫不满意，对杨紫进行了攻击，故而前去对家有儿女进行恶意评分，而看到打分大多数打低都是1星的低分。其实这一行为真是不可取。家有儿女这部剧不只有杨紫这一个人主演，还包含了这么多人的心血，这样对恶意抹黑打低分真的是让人很下头。不过仔细翻看评论，很多网友都对杨紫是支持的，说这些黑粉真是无聊，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姊妹的好，真的是无脑的粉丝。但是看看娱乐圈就知道，不仅杨紫被黑粉围攻，易烊千玺和张子枫也不放过。易烊千玺虽然才20多岁，但在娱乐圈无论是音乐还是演员，他都能拼尽全力。曾8次提名华语奖，5次男主角提名，2次获得新人奖。在此之前，他还以评委的身份参加过金爵电影节。当然，他的封号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争议，被不少黑粉攻击。毕竟他还年轻，何德怎么能接得住那么多角色呢？名字就因为大家质疑他之前的努力就被否决了，也是让人心痛。而张子枫的演技也是受到大家的看好，只是因为之前恋情的曝光，让他接连受到攻击，上升到了人物的层面。其实这样的黑粉在娱乐圈比比皆是。说完了娱乐圈的人，再来说有没有其他电视剧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有网友发现，杨紫家有孩子被恶意评分，就连迪丽热巴的作品也不放过。迪丽热巴主演的《阿纳尔罕》评分也从之前的8.1分跌到了现在的6.2分，这也令人费解，分数怎么会下降这么多？知道是否有人恶意这样做，或您自己的系统有问题？其实，影视圈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主演、导演、制片人等团队都蕴含着自己的心血，而如今的他却成了一个为自己的粉丝而战、恶意抨击影视作品的存在。这种现象也让很多人感到无能为力，但又心酸，这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恶意评分不仅损害了各主创团队的辛勤劳动，更导致了观众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总之，黑粉恶意评分是不可取的，希望这件事好好查查，不要让一部真正好的电视剧心寒。而且这部电视剧已经有了口碑，10多年前，那么一部好的电视剧不应该是你圈子里互相厮杀的目标。家有儿女上热搜恶意评分，阿纳罕评分从8.1跌至6.2。电视剧《家有儿女》入围微博被恶意打分热搜，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家有儿女》是一部经典的国产情景喜剧，由宋丹丹和高亚麟坐镇，众多实力派演员客串出演。张一山、杨紫从第3部开始换成了宁丹林，由浩然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2个离异家庭结合后，发生在父母和3个孩子之间的各种有趣的故事。凭借对剧中角色的演绎，扮演刘星的张一山，扮演夏雪的杨紫，还有扮演小雨的尤浩然，都成了观众非常熟悉的小童星。从《家有儿女》第1部开播到现在已经过去18年，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已经成长为演艺圈的中流砥柱。这部剧不光架起了演员们成名的桥梁，也承载着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应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经典作品。多年来，这部剧的口碑一直保持在很高的层次，因此笔者在看到《家有儿女》被恶意打分的热搜词条后，忍不住前往评分平台一看究竟。不看不要紧，
一看属实吓了一跳，打1星的评价基本都在5月22日下午。通过评论内容不难发现，这些打1分的用户都是针对小雪的扮演者杨紫。童年滤镜是个好东西，够吃20年。杨紫的演技毫无长进，甚至还不如小雪时期。别太离谱，流星还是那个流星，小雪已经不再是那个小雪了。本来是我的童年来着，但是有人毁了童年。以前真信了宁丹林的传言，抱歉。越卖越坏，如你所愿。评论里还是有不少黑客高手，明明写的是支持杨紫，评分却是1星。除了《家有儿女》，杨紫主演的《大婚长沙之战》等剧集也同时获得大量1星好评。在大多数网友看来，《家有儿女》被恶意评分，是饭圈文化的牺牲品。粉丝之间的争论已经上升到对经典影视剧的亵渎。我觉得这对其他为这部剧付出心血和努力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好的作品不应该成为粉丝圈的牺牲品。就在《家有儿女》被恶意打分话题登上热搜后，当红小花迪丽热巴主演的现代革命剧《阿纳罕》也出现了被恶意打分的情况。该剧在某平台的评分从 8.1 跌至 6.2。如果只看评分，从优秀到及格，《阿纳尔罕》也是一部经典的影视剧。该剧于2013年5月6日在央视首播，至今已有10年。该剧主要讲述了新疆喀什贫困农民的女儿阿纳罕抵制大地主乌斯曼的威逼利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与旧恶势力进行斗争，最终收获丰收的故事。幸福。该剧入围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剧目奖，并获得第13届5个1工程奖。阿纳尔罕是女演员迪丽热巴首次主演电视剧，她在剧中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以往饭圈的纷争主要针对的是真人剧，这次却上升到经典作品的领域，着实有些不妥。从打分时双方写的评价内容来看，此次差评风波大概率与紫粉和八粉有关。双方粉丝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我们不从得知。有人说他们在2018年的金鹰奖颁奖晚会上就结下了梁子。不管两家粉丝有什么恩怨，都不应该拿这些经典作品开刀，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同时还会伤及无辜。还是那句话，好的作品真的不应该成为饭圈的牺牲品。02白玉兰古装剧征片，程毅、白鹿各占2部，刘亦菲一戏封神，赢面最大。只要是对自己的演艺事业发展有想法的，均会对各类高水准奖项有着倾慕之心。拿到官方认证且含金量较高的大奖，在业内的风评与价值自然是会得到显著提升的。逆袭神话如张小斐，在李焕英这部戏之前，她不过是喜剧舞台上无关紧要的配角，长得太好看，对于小品演员来讲反倒是没有优势的。与贾玲的搞笑对比起来，她反而会被衬托成绿叶。是贾玲的坚持，让大家看到了她除开喜剧人一面外，更为丰富的戏剧情绪表达。她一哭，观众也跟着落泪。数十亿的票房带给她的是一时的热度，金鸡奖影后才是让她得以站稳脚跟的荣誉。电影圈尚且如此卷了，代表着小荧幕的白玉兰奖同样是竞争激烈的。在进军大荧幕之前，电视剧是不少大咖演员的跳板。能在影视剧领域贡献出好的作品，对于路人缘与国民度的提升有着明显的好处。在敲定入围名单之前，此次赛事组披露了其征片名单。古装赛道拢共有10部佳作，均是近3年的爆款与宝藏。程毅、白鹿正处于上升期，刻画古韵是关注重点，女性觉醒成推荐关键。从2011年底算到现在，市面上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古装领域，题材分类更是五花八门。随着小说 IP 的火爆，选择和改编的空间很大，很多资本在投资的时候都看到了顾妍 IP 的影视项目。能在这波一起上映的剧中脱颖而出，能出1部以上的作品，连续2部影片上榜的程毅和白鹿，确实是让人意外的存在。作为他们公司表扬的对象，两人消化资源和回馈的能力非常突出，给一个主角也是一片精彩。程毅在琉璃一炮走红后，一结束宣传期就加入了组合玉君阁。
随后又接拍了与杨紫合作的内心戏《沉香木片》。虽然这2部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并不高，但其精致优雅的民族风情，在该剧的热播时期却被人欣赏。官方媒体对惊人的艺术水平给予了赞扬。同样，白鹿参演的2部剧《周生如初》和《玉楼春》都不是特别出名，但有于正团队的保驾护航，服装和背景的效果还是很抢眼的。可见，竞赛片的评选标准主要是古韵重演。其次，从10部剧的总结中也不难看出，相较于爱情的介绍，官方更倾向于选择故事中的女性视角。比如玉君阁讲的是双胞胎姐妹在乱世中相惜，玉楼春讲的是千金变身为掌家的女强人。能把女性角色刻画好，恐怕更能引起当局的重视。《梦华录》一战封神，刘亦菲重回电视剧圈，各方面数据亮眼，或出圈。而如果要问备选片榜单中哪部剧是最积极宣传女性角色的，那当然非《梦华录》莫属了。作为天宣的妹妹，刘亦菲主演成年后的第1部古装剧，是赵盼儿孙送银章的励志故事，成功打动了超过80万评分者，在粉丝黑战的拉动下，最终口碑维持在 8.0。无论是各方面的最佳战绩，还是舆论，《梦华录》最有可能出现。一出戏，你很快就会击败其余的众多精品。发展方向终于与传统8五花融合的刘亦菲，这次的胜算最大。那么，你觉得谁有可能爆冷入围呢？